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好心帮农民工老乡们打官司，可他们得知我老婆预产期和开庭是同一天后，竟集体要求我老婆去打胎。你老婆在医院生孩子，你打官司肯定不上心。万一开庭到一半你跑了咋办？孩子还可以再生，工资拿不回来，我们都活不下去。就是我儿子还等着凑够彩礼娶老婆呢，你免费帮我们打官司，不就是为了出名？这点代价算什么？一时间，众人七嘴八舌，还试图对我老婆动手。我垫钱帮他们打官司，他们却为了一己私欲想害死我孩子。为了逼我就范，他们甚至大闹律所，扬言让我做不成律师。行，那这律师我不干了。后来他们自费请的所谓金牌律师败诉，被骗光所有财产后，又哭着上门求我回去上诉。我直接亮出证件，不好意思，本人现在已经是公职法官，考公上岸，把自己上交国家了哈，帮不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郑家小子，我们四处打听，才打听到这里。你是在做律师吗？敲门声响起，我透过猫眼看到外面的人有些眼熟，像是我们老家的人，便打开了门。门一开，7、8个人蜂拥而入，我有些不知所措，下意识将老婆挡在身后。为首的郑大强面露欣喜，又有些焦急不安地提出了这个问题。我环视众人一眼，问他们是郑家村的人吗？得到确认后，我这才点点头，告诉他们我确实是律师。郑大强激动不已，立刻就像是开闸的洪水一般，不断诉说着他们的苦。原来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座城市打工，结果被黑心老板给骗了，到了年底不给钱，要账的时候更是矢口否认在他这里打过工，双方没有任何劳动合同。眼瞅着要回家，8个大老爷们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出来了。打电话跟家里人诉苦的时候，从我二叔那里得知我在这座城市当律师，左右打听找了7天，才找到我的住所。郑大强一个糙汉子，情到深处激动地哭了。我听完之后义愤填膺，当即拍胸脯保证一定帮他们拿回该属于他们的钱。几人开心不已，连忙道谢，又说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，说早就看出我将来会有出息。接着又从我爷爷的大伯那个辈分上论，让我叫他们几个叔就行。我笑着喊了几声叔叔，再次安慰他们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，这场官司我免费替他们打。几人一听如释重负。这时郑大强看了一眼我老婆的肚子，侄儿媳妇什么时候的预产期？下个月6号。我笑着回答。郑大强点头，大侄子，像你这么善良的人，生出来的孩子肯定多福多贵。没错，一定是儿子。等我们把工资拿回来，肯定给孩子买身衣服啥的，对不对？其中一人开了个头。郑大强他们愣了一下，就只顾着笑。我连忙说道，大家赚钱都不容易，我赚起钱来比你们相对轻松一点，心意我就领了，谢叔叔吉言。你们瞧瞧，咱这大侄子思想境界多高啊！又寒暄了一会儿，他们就走了。临走前还约好了时间去法院发起诉讼。去法院之前得先收集基础证据。第2天早上我也没吃饭，直接去了他们的那个工地。本想着能私下解决就私下解决，免得流程繁琐，耽误几位叔叔回家过年。可工地的老板油盐不进，根本没有想要和谈的意思。既然这条路行不通，那就只能去法院了。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一会儿，我刚走到转角，
就听到他们几个焦急的讨论。我就说没钱，谁给你办事？你看，把咱们当傻子哄呢。没来吧？当时我就跟你们说，跟家里搞点钱花钱，请个律师省心多了。你们几个非不听。那小子上学的时候没听说他学习有多好，保不准律师证就是花钱买来的，请他打官司，你们也放心。喂，别说了，人来了。有个人发现了我，赶紧用手肘捅了捅吐槽的郑大强。郑大强马上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他肯定知道我听见了，毕竟我现在的脸色也好看不到哪去。走上前，我惭愧地说道：“各位叔叔，如果信不过我的话，你们就找别人试试吧。大侄子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你赚不到钱不准备来了呢，是我心胸狭隘，心眼小了，别生叔的气行不？叔给你道歉，叔给你跪下了。”郑大强说着就要下跪，我担心折寿，立刻阻止了他。出于善心，我强调了一句：“我答应的事情不会食言。”走吧，进去吧，我在前面走。后面有人训斥郑大强，让他以后少说几句话。郑大强一边点头一边说：“是，像极了唱双簧。”我自内心冷笑，已经开始后悔揽这个费力不讨好的活了，但一想到自己还没出生的孩子，就当积累点福报吧。相信把他们的钱要到手之后，也就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。当天私下解决的路子没走通，整理了初始证据后，我作为代理律师正式起草了诉讼文件。拿到盖红章的那张纸后，几人就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，爱不释手，还不停地问我是不是拿这张纸就能换钱了。我说还没到那个步骤，接下来是取证和开庭。取证的事情我就不管了，交代给他们一些注意事项后，就让他们自己去收集。几人连连点头，拍胸脯保证这些证据很容易拿到。我点点头，留了郑大强的手机号后就走了。2天后，开庭的时间定下，我告诉郑大强下个月6号去法院。郑大强欣喜不已，连连道谢，然后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下个月几号？6号吗？”“对。”“哦。”郑大强的情绪瞬间沉了下去。当时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，结果晚上的时候，他们8个人又来了，拎了一小袋苹果放在茶几上。郑大强搓着手，有些拘束地问道：“侄儿媳妇儿是下个月6号的预产期吧？”“对。”“已经算好了吗？有没有可能提前或者延后？”我摇头，照先生看的日子剖腹产。几人一听，立刻面面相觑，脸上骤然浮现出了紧张的神色。我不解地问他们怎么了。郑大强尴尬地说道：“那天不是咱们开庭的日子吗？”我们几个一合计，担心因为开庭，别到时候侄媳妇没人陪。我笑着说没事儿，告诉他们我丈母娘那天会来。郑大强接着又说道：“生孩子这么大的事情，男人不在旁边陪着怎么行呢？要不然往前提一提。”闻言此话，我微微一愣，方才还以为他们是关心我老婆，现在来看，估计怕影响他们开庭才是真吧。我忍着心中的厌烦，告诉他们下个月就只有那天是个黄道吉日，没办法提前，更不能延后。几人顿时露出了为难的神色，沉默良久，有人忍不住嘀咕了一句：“那我们的官司怎么办？”我眉头微皱：“跟你们的官司有什么关系？侄儿媳妇在医院生孩子，你能专心吗？”呵呵，我冷笑不止。这几个同乡叔叔真是让我屡次寒心。话转来转去，满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的利益。话到如此，我直接坦言，那样的话确实有可能影响我，
不然你们去请个别的律师吧。郑大强当即否决，请别的律师不还得要钱吗？开价3万呢。我微微一愣，好家伙，原来真私下里找过了，这意思但凡便宜点的话，也就不用我了呗。我笑了笑，那我就有点爱莫能助了。不然大侄子，你借我们点钱，等我们的工钱拿回来之后，一定给你。要说从一开始见面他们就提这个要求的话，我还真可能看在老乡的面子上给他们拿钱。但现在几人的人品让我实在信不过，他们的工钱加在一起也不过8万多，到时候让他们拿出来3万交律师费，可能吗？我觉得不可能，当即用自己还有房贷和车贷的理由搪塞了过去。郑大强面色为难，卷起烟卷来抽个不停。我心中的厌烦愈发浓烈。让老婆回卧室后，我又打开了空气净化器，隐晦地提醒郑大强家里有孕妇。郑大强点点头，又深吸了一口后，把烟头碾灭了，接着说道：大侄子，都说老乡见老乡，眼睛泪汪汪，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上班不容易，能碰见你也是我们的福气。况且你爷爷的大伯还是我二爷爷，咱们都是实在亲戚。我听够了这些话，询问他想说什么直接说。没想到郑大强接下来的话直接震碎了我的三观，不然还是打掉吧。我想着就算让他提前剖，这期间你也肯定没法专心，为了我们的工钱，你适当牺牲一点。你说啥？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郑大强挠了挠头，我知道你可能接受不了，但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。眼瞅着话给说透了，其他人也立刻七嘴八舌起来。你老婆随时生孩子，打官司肯定不专心，万一这期间出事儿，或者开庭到一半你跑了咋办？孩子还可以再生，我们工资拿不回来可不行。就是我儿子还等着彩礼钱娶老婆呢，你免费帮我们打官司，不就是为了出名？这点代价算什么？我实在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敢想象这些逆天的话是从人的嘴里说出来的。我凭什么为了给你们打官司牺牲我的孩子？郑大强面色一紧，侄子，话不能这样说，咱们不是实在亲戚吗？我气得不住冷笑，什么实在亲戚？没摊上这件事之前，你认识我吗？我认识你吗？你看你又感情用事了，我们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没错，大侄子，咱们都是一个姓，是一家人，咱们应该团结一致。你们还年轻，孩子再生就是了，请别的律师要花3万呢。不然这样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这场官司打赢，我们给你凑1万。我冷笑连连，意思就是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只值1万，那还能值多少？做别的不容易，造孩子还不容易。郑大强面露震惊，就是他打心眼里认为孩子真不值钱。我瞬间恼了火，指着门口说道：你们出去，马上走。郑大强惨笑不止，大侄子，你别生气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们千里迢迢的，就只有你这一个人可以求了。我立刻打断了他，有免费的法律援助，你们能求的人不止我一个。免费的那个地方我们去过了，看我们是农民，人家肯定不乐意搭理我们。我笑得更加无语，估计我是他们最后一个选项，亏我对他们的事这么上心。别说了，你们走吧，这事我不帮了。你不帮的话，我就给你二叔打电话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你怎么这么混？老乡千里迢迢在外，求你办件事儿，你就这个态度？别忘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你叔。他们几个人虎目圆睁，甚至都开始撸胳膊挽袖子了，一副要上来教训我的样子。我肺都快气炸了，
没见过这么蛮横不讲理的人。别忘了，我是做律师的，你们要是再从这儿闹，我一个个全把你们送进去。你们还有脸给我二叔打电话？就你们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给谁打电话都没理。此时，我老婆从卧室里听到动静，赶紧走了出来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让她回去待着，不想让她看见我村里的人是这个素质，我嫌丢人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郑大强却突然上前一步，伸出手就要推我老婆。我反应速度极快，立刻将老婆挡在了身后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怒视郑大强。郑大强的手颤抖着，脸上露出僵硬的笑。大侄子，我们在外走投无路啊，要是连你都不帮我们，那我们还怎么办？只能帮你下定决心。你放心，答应给你的1万块钱肯定不会食言。说完，郑大强还想往前冲，我气急败坏地反手一推，抄起茶几上的水杯，狠狠地砸在了地上，而后指着郑大强的鼻子警告他：你要是敢再动一下，我让你下半辈子在监狱里面过。我说到做到，郑大强被我吓到了，咬牙切齿地怔在原地。后面那几个人同样如此，焦急地跺脚，还对我继续破口大骂。就你还敢自称是郑家村的人，连这点小忙都帮不了，你心这么狠，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没有屁眼，甚至直接夭折，死在手术室里。要是让我们拿不到钱走投无路的话，你也别想好。我气得牙齿发痒，指向门口冷冷地说道：滚，全都给我滚！几人被我骂出了门。老婆惊魂未定地坐在了沙发上，询问我们村怎么会有这种人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自己垫钱准备给他们打官司，结果他们居然想害死我孩子，一群王八蛋。第二天调整了一下情绪，上班临出门前，我告诉老婆不要给任何人开门，如果有事儿就给我打电话。可到了事务所，刚刚坐下，郑大强就带着他那几个人来了。四下查看后，锁定了我。我顿感不妙，走过去问他们几个到底想怎么样。郑大强的脸上挂着阴险的笑：大侄子，我们几个就算拜托你了行吗？不然给我们拿3万请新律师，我们将来还你。不然的话，你就打掉孩子，亲自给我们出庭。我胸腔里的怒火熊熊燃烧，告诉他们别做这个梦了，他们的事儿我一点儿都不想再掺和。郑大强听闻，冷冷地说道：那你就别怪叔叔几个了。旋即大喊：谁是管事儿的？王八蛋，把你们管事的喊出来！他们就跟提前策划好了一样。郑大强负责大喊大叫，其他人负责踹桌椅板凳，一副要闹事的样子。同事们纷纷围上来询问怎么回事，闹事的话马上报警。郑大强瞪着眼珠子：报警？我们都没说报警呢，你们说报警？我们领导这时刚好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见此状况，立刻询问缘由。郑大强质问：你是这里管事的？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手底下的人坑我们钱，收了钱不办事。郑大强满嘴胡话，竟污蔑我已经收了钱，却不打算给他们出庭。我立刻解释，我们领导也在旁边劝说，觉得不可能出现这种事，要他们把付款的信息拿出来。可结果郑大强恼了，我们都是农民工，不会搞那些手机支付，给他的是现金。那合同呢？领导询问。郑大强当即大呼小叫：废话，签合同的话，他还怎么骗我们钱？没错，他就是憋着心眼儿想坑我们，跟我们还是同村的呢。其他人也纷纷应和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这事要是处理不好，我们让你们律师事务所干不下去。
成天过来闹。领导顿时紧皱眉头，目光看向了我。我立刻说道：我们确实是一个村子的，原本我想免费帮他们打官司，可我老婆的预产期跟他们开庭时间撞上了，他们怕耽误开庭，非要我老婆打掉孩子，或者让我掏3万块给他们请个新律师。我不肯，就闹来这里了。我们领导包括其他同事们听了我说的话后，顿时一脸见鬼的表情。郑大强疯狂否认：放屁！我们虽然是农民，但也是有素质的，怎么会做出那种事？你别污蔑我们。没错，你们都睁大眼睛看看这小子的心眼有多坏，就这种人还配当律师？眼看着越闹越不可收拾，我们还是选择了报警。可即便警察来了，我们双方也都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，于是警告郑大强他们，如果自身利益受损，就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，别来事务所闹。郑大强他们十分不服，甚至口口声声说警察袒护我，闹了得有1下午，他们8个人才愤愤地离开。临走前，郑大强指着我的鼻子说：收了钱你就得帮我们打官司，而且一定得赢，不然的话我让你当不了律师。我们领导知道我的人品，什么都没有多问。可第2天，这几个人又来了，报警把他们轰走之后，第3天还来，让事务所根本没办法正常运作下去。领导虽然没说过什么，但也能看出来他也很难做。我觉得十分对不住人家，于是晚上跟老婆好好商量了一下，我决定辞职考公。老婆特别支持我，告诉我家里的存款足以支撑好几年了，等回头坐完月子，她复职也能养我，让我放心大胆去干。我异常感动，娶了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媳妇。第2天上班，我递交了辞呈，并对领导表达了歉意。领导不停地劝我不要有心理压力，这点事说过就过去了，用不着离职。可我已经见证了郑大强他们几个人的无耻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。而且我快当爸爸了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我也确实想找一个更稳定的铁饭碗，所以委婉拒绝了领导的好意。临走时，所有的同事都出来送我，跟我说需要帮忙的话直接说话，不要客气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挥手道别。离开事务所后，我直接去了书店，采购了大量的考公书籍，除了行册和申论，还有厚厚的一摞法律相关书籍。这点书摞起来都快比桌子高了，也幸好我干了多年的律师，消化起来难度并不是太大。接下来我就如同闭关一般，白天看书，晚上听网课，每天都充实到虚脱。临近老婆的预产期，我开始恢复作息，时刻提高警惕，以防止出现什么突发情况。我设想中的突发情况是老婆身体出意外，可万万没有想到，眼瞅着开庭时间越来越近，郑大强他们坐不住了。又一次去律所闹的时候，被告知我已经离职后，他们就再次跑来了我家，敲门我没给开，透过猫眼警告他们马上滚蛋。郑大强外头陪着笑脸：大侄子，以前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太不是人了，你看马上就要开庭，几位叔叔，求你可怜可怜我们，帮我们把这场官司打了行吗？我们不威胁你打胎了，你好好开庭。我们派几个人过去守着侄媳妇儿，派你们过去刺激我老婆吗？还是说万一官司输了，拿我老婆威胁我？异想天开的畜生们，该说的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你们的官司爱找谁打找谁打，我不会管。另外再好好提醒你们一次，最好对我们家别再动什么歪心思，
法律的红线不是你们想碰就能碰的。看我回答得如此决绝，郑大强他们又恼了，都是一个姓的，你的心肠怎么这么狠？这点忙都不想帮，看我们连家都回不去，你晚上睡得着觉吗？郑家小子，你给我听着，开庭你如果不去，我骂臭你全家，让你回村都抬不起头。我冷笑，用不着刺激我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准备对我做任何事之前，好好想想我是做什么的，不怕进去里面蹲着，就随便来。哦，对了，犯法的话会影响你们下一代，甚至下下代，想清楚了再做。你个王八羔子！郑大强狠狠踹了一脚房门。后来听到我拨电话报警的声音，几人落荒而逃。呵，欺软怕硬的纸老虎。我安慰老婆不要往心里去，跟一群人渣用不着生气。老婆点头，他们确实不值得可怜。后来他们没再来过。我听说他们8个人让家里面凑钱，硬是凑了3万块，请了个新律师。我对此无感，别再来骚扰我就行了，最好以后再也不见。时间一转，来到了预产期的前一天，我带老婆住进了医院，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，一切安好。第二天上午6点多，一枚男宝出生了。我沉浸在喜悦中，把早已准备好的鲜花放到了老婆的旁边，低声轻语：老婆辛苦了，我爱你，你好好休息。回到病房后，我悉心照顾老婆，怕食堂的饭菜不好吃，我就拜托丈母娘帮我看着，自己回家去做饭，保证老婆每一口吃的都健康有营养。在医院心里的石头也算放下了。老婆睡觉的时候，我就继续备考，把那些书全都搬来了医院。中午的时候，律所的同事们过来探望我老婆，我赶紧放下书过去迎接，大家恭喜我喜得贵子，还给我包了红包，我一个个抱拳回敬，心里都快乐开花了。哎，正巧，听说了没有？你们村那几个人今天的官司输了。我笑着说，输了就输了，对他们的事不感兴趣。也是，那就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，动不动就说自己不容易，什么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，实际干的全特么是道德绑架的事，不管他们才是对的。简单聊了一下，大家又开始关心我考公的问题。有几个年纪比我大的，之前考公没考上，但是也有这方面的备考经验，不停地给我讲解，我耐心地听着，重要的部分全都用笔记了下来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就继续奋力苦读。没多久，老婆出院，我们回家了。丈母娘善解人意，知道我在备考公务员，就跟我们一起回来，承担照顾孩子的重担，尽可能让我有更多时间学习。老婆也不断鼓励我，让我别有那么大的压力，考不过的话再来就是。在如此温馨的氛围下，我异常感动，内心卯足了劲儿，必须成功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郑大强他们跟阴魂不散似的又来了，在门外诉苦说：大侄子，我们的官司输了，想要再打的话，必须再交钱，我们已经没地方可去，都住到桥下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？多少借我们点钱？你们还要脸吗？都多少次了，听不懂人话吗？我恼怒的回应。一想到他们几个差点害死我这宝贝儿子，我心里的火气就蹭蹭的涨。事实证明，他们根本就不要脸。郑大强又开始打起了感情牌，我们真的是无依无靠，无路可走了。你说都是一个村的，你不帮我们谁帮啊？谁爱帮谁帮，反正我不帮。说完这句话后，我就不再搭理他们。下一秒，我二叔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，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直接出言否决了他。他们的事跟我没关系，我管不了，谁打电话都没用。
不等答复，我将电话直接挂断，再赶逼逼，亲叔也拉黑。好不容易等郑大强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当即做了一个决定，搬出去，免得在老婆坐月子期间，还有我备考的时候，再被他们打扰。老婆和丈母娘非常支持我的决定。很快，我通过律所同事联系好了一套房子，当晚就住了进去。接下来便是奋力备考的日子，我把那些课件和知识点全都过了一遍。转眼间来到了笔试的这天，我信心满满的进入考场，胸有成竹的结束考试，回到租住的房子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跟我老婆和丈母娘分享了一下考试的细节。那些题目我基本上都有印象，笔试一定没问题。到了出分的日子，也正如我预料的那样，我的笔试通过了。马上我又开始准备面试，再次请教律所的那些老律师，询问面试的注意事项，还花钱选了一个专业的机构，1对1的提升面试口述水平。日子过得飞快，我一点都不敢松懈。从笔试结束，准备到了面试当天，我自我感觉发挥得还不错。回去后等待面试结果，这段时间是挺难熬的，心里异常忐忑，觉都睡不好。结果天大的惊喜在1周后成功送了过来，我过了。等公示期一过，就可以准备入职了。我开心的手舞足蹈，抱着老婆诉说我心中的喜悦。老婆和丈母娘也开心的合不拢嘴，坦言这辈子看到希望了。结局终究没有愧对我的付出，可结果我们村长的电话打了进来，都已经好几年没联系过了。他突然来电话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郑大强他们的事儿。在我后来备考的这段时间，我也从小道消息听说过，说他们8个人又凑了钱，继续上诉。怎么，这意思是又失败了？今天心情大好，我把电话给接了。村长张口便说，咱们村郑大强他们8个去你们城市打工了，结果老板不给钱。我知道他们后来找了个律师打官司，开头要了3万，后来失败了，上诉又要了2万，结果那个律师跑路了。哦，正巧啊，这千里迢迢的我也帮不上他们，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快疯了，被骗了这么多钱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们？我直接否决，帮不了一点。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？免费帮他们打个官司而已，动动嘴就能帮，好歹是一个村的村长。看来他们没跟你说实情吧？啥意思？我马上把郑大强他们干的事完完全全的讲给了他听。村长全程震惊，最后询问，还有这事？不信的话你自己再好好问问。刚开始我本就说了免费帮他们，结果他们这样对我，我要是再心软，那我跟脑残还有啥区别？行，这事儿不怪你，我再去问问。村长挂了电话，后来就没给我打过，想必事情已经搞清楚了，他也觉得没脸再来求我吧。公示期平安度过，我也算是成功上岸，尘埃落定了，和老婆也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。此时距离郑大强他们败诉已经过去了近2个多月，我以为他们都回家了，这事也该告一段落。结果没想到我前脚刚到家，后脚这8个人就来了，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关门，他们就闯了进来，吓得我立刻将老婆孩子护在身后，警告郑大强别乱来。郑大强眼含热泪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，其余7个人也纷纷效仿，全都跪在了客厅。大侄子，我们被骗了，被骗走了足足5万啊！现在工资拿不出来，钱还搭进去了，你再不帮我们，我们都活不下去了。是啊，
我老婆骂我是废物，一直跟我提离婚呢，还有我儿子结婚的事，再拿不出钱来，他女朋友就要跟他分手了。大侄子，求你一定帮帮我们，我们真的是走到绝路了。几人一边说，一边给我磕头。我真怕这些人情绪失控，做出伤害我们的事情，于是告诉他们先走，这件事我会好好考虑考虑。可以郑大强为首的他们纹丝不动，一边哭诉，一边逼着我现在就做下决定。我老婆紧张地捏着我的衣角，襁褓里的儿子也被惊动地哭了出来。郑大强马上又说，大侄子，现在孩子也出生了，你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，就帮帮我们行吗？之前全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几个人傻逼，怎么能提出打掉孩子呢？就算怕影响你开庭，也应该申请把开庭时间往后推的。求求你原谅我们，求求你了。郑大强说着，竟伸出手给了自己几个嘴巴，上演了一场苦情戏。面对几人无赖的表现，我让老婆带着孩子去卧室，把门锁上，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新鲜出炉的通知书拿了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刚考公上岸，把自己上交国家了，以后的我只是个公职法官，不是律师，没法给你们打官司，你们爱找谁找谁哈。几人一听，根本没有意识到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，还以为我成了公职法官，能够帮他们走后门。我只得强调了一次，分到哪个单位不是我说了算，我也没法帮你们暗箱操作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我刚好跟负责你们案子的法官一起共事，也不会因为你们几个人的工资拿我的仕途做赌注，你们配吗？郑大强他们听懂了，所以意思就是你现在不是律师了，没办法帮我们打官司。他缓慢起身，冷冷地看着我，我神经紧绷，警惕着他们。你说的也不完全对，或许我能想个办法，帮你们从律所找个人继续打。郑大强的态度又发生了惊天逆转，这人翻脸就跟翻书一样，迫不及待地对我表示感谢。其他几个亦是如此，嘴里的好话开始喋喋不休。他们明明刚刚还摆出一副要跟我同归于尽的样子。郑大强他们走了以后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小鬼难缠，秉承着谁幸福谁让步的原则，我耐心地跟老婆讲了这件事。为了我们全家人的安全，我决定自费花钱帮他们把官司打了。老婆无条件支持我，况且她也觉得这几个人很恐怖，已经濒临绝望的他们，万一做出出格的事情，那样不划算。我咬着牙点点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一步我让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拜托了律所的一个同事朋友，请他代理这桩案子。关于费用，朋友说什么都不肯收，他也明白我现在面临着什么，只想着能帮我解决这个麻烦。我感激不已，就将之前的那些证据打包好，全部发给了他。案子在半个月后再次开庭，打赢了，赢得没有什么难度。怪就怪他们之前找的那个律师专业水平太差，他们8万块的工钱终于要到了，结果他们又因为当时委托律师时每个人交的费用不一样，产生了冲突。郑大强是组织者，掏的最多，前前后后被骗了5万，其中有他3万。他就想着工钱到手后把这钱直接扣除，双方没有任何劳动合同，他每辛辛苦苦干几个月工钱才1万，除掉律师费，到手不足4000，让人难以接受。他们1分钱都不想出，觉得找律师打官司拿工钱是郑大强应该做的，谁让他踩雷了呢？郑大强被气坏了，觉得自己好心带着同村的人出来打工赚钱，结果有好处大家一起分，
遇到事了就让他一个人承担。气急败坏的郑大强跟其中2个人大打出手了，而显然余下几人已经统一了战线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，当即对郑大强进行了围殴。郑大强本身血压就高，也是刚巧不巧被打了几下头，突发脑出血，当场暴毙。那几个人慌了，想逃又怕罪责更大，只能畏手畏脚的去自首了。公诉书上就是这样写的。我在办公室里看着这些文书，忍不住冷笑了一声。果然是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半个月后，一审开庭，我作为新人，也在开庭现场观摩学习。那几个人站成一排，手被银手铐铐着，见我走进去之后，立刻瞪大了眼睛。我连正眼都没瞧他们一下。庭审结束后，我负责宣读判决书，扫视了他们一眼。我冷着脸大声宣读着对他们的惩罚：为首的10年，从犯5至7年不等。宣读结束，我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几个人的哭喊和忏悔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他们落到如今地步，我只能说活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